肠什么时候变这么硬了？别动，动一下就地正法。谁啊？拍戏呢？导演呢？我经纪人在哪儿？戏，本官问案，从不演戏。报上名来，为何深夜出现在命案现场？与死者有何关联？搭的景不错啊，道具也挺逼真。你们哪个剧组的？哟，这假血还挺腥。哎，那个，这位是本官是大理寺正六品推陈冷月。大理寺冷月，冷月。大理寺，这名字这设定，这他妈不是我的漫画吗？我画的每一个人物，我画成灰都认的。那让男主再死一次，不行。上周刚鱼都不敢这么写，新的清风你睡得着吗？我什么东西啊？我这是被送到我的漫画里了，这是谁干的？不是吗？那什么，我说我是路过的，你信吗？不信。最后一次机会，你是谁？怎么进来的？不说，就当凶手论题。冷大人，杀了我，真凶可就抓不到了。你说什么？真正的证据在那里。我若死了，你就永远不知道那具尸体真正的死因。这人怎么知道我刚才搜过整个屋子，唯独还没来得及查那个香炉？你到底是谁？在下天机阁少主禽兽。禽兽这名字。禽兽，对，禽兽。当年我嫌取名麻烦，随手一打的谐音梗，现在报应来了。读者寄子片不是最可怕的，最可怕的是自己穿进了自己挖的每一个坑里。再说一遍，你的名字。禽兽。好，秦公子，接下来我问的问题，你每一个都要如实回答。若有半句虚言，本官今晚就可以多审一桩案子。一定一定，我这人最大的优点就是诚实。第一个问题，你是如何进入案发现场的？我怎么进来的？我也想知道啊！被读者寄的高压电快递批进来的，这能说吗？说出去谁信？这个嘛，天机不可泄露。等等，我的意思是天机阁，我是天机阁的人，天机阁少主。我们这种搞神秘情报的，进个现场不是很正常吗？天机阁。据我所知，天机阁在3个月前已经名存实亡，阁主失踪，门派散尽。少主禽兽，江湖人称废物少主，文不成武不就，除了吃喝拢。对，我能对角色写设定的时候就是这么写的，报应都是报应。你若真是禽兽，你能换个称呼吗？叫秦风也行。那你来案发现场做什么？我是来送锦旗的。什么？锦旗就是那种红底金字的，上面写着神探冷月明察秋黄的那种。我作为天机阁少主，一直仰慕大理寺冷大人的破案威名，今晚特意前来送锦旗，没想到正巧碰上命案。记下来，嫌疑人供述夜半持伪造说辞潜入命案现场，形迹可疑。秦公子，你刚才指出的腰牌确实是关键物证，但一个半夜送锦旗的人是怎么知道凶器藏在香炉里的？说剧情是我写的，吃包泡面熬3个通宵。答不出来，那就按同党论处。等等，我有证据证明我不是夜华的人。说。冷大人，你如果我是夜华国师的党羽，我为什么要帮你找到腰牌？这不是自己拆自家的台吗？苦肉计，用小证据换取信任，掩盖更大的阴谋。那如果这个小证据是你们大理寺的人都没发现的关键线索呢？冷大人，你看这里，这是血迹，不是被害人的，是凶手的。这些刻痕是被指甲划出来的。被害人在和凶手搏斗时，从凶手腰间扯下了这枚腰牌，指甲划过背面，留下了痕迹。这些痕迹里嵌着凶手的皮肤组织和血迹。你说的有道理，但这更让我怀疑了，你怎么知道的？
我操，我当年怎么给他写这么高智商呢？总不能说因为你是我画的吧？冷大人，有些事说破了就没意思了。不说，就更没意思了。算出来的。什么？天机阁以推演天机闻名天下。作为少主，我虽然武功不行，但推演之术还是略懂一二的。你是说，你算出了证据在香炉里，算出了腰牌上的划痕？准确的说，是我推演了整个案件发生的经过，然后根据因果关系推导出了证据可能的位置和形态。那好，你既然能推演，现在推演出凶手的下一个目标。推不出来，你今晚就在这里过夜。凶手下一个目标是礼部侍郎的府邸，这段剧情在第148回，我应该明天才画的。现在好了，剧情还没画出来，我得现场编，不得现场推算出来。读者既得片不是最惨的，穿越到自己没画完的漫画里才是真绝境啊！谁来救救我？不是，谁来告诉我，我下一回本来打算画什么来着？吓死我了！吓死我了！吓死我了！至少下次再穿越，能不能先让我穿条裤子？这大裤衩是真的冷。冷大人说了，限你3日之内推演出凶手下一个目标。3日之后若交不出，就去大牢里继续推算。3天之内推演出凶手下一个目标。等等，我记得凶手下一个目标是礼部侍郎，叫什么来着？沈万全？不对，沈什么来着？完了，当初画这段的时候一口气更了3画，整个人都是晕的，名字都是随手打上去的，现在要命了。不过没关系，还有3天呢，当务之急是搞点钱，搞身衣服，搞双鞋。堂堂天机阁少主，穿越者之光，沦落到在街头要饭的程度。还好我当年做设定的时候，给天机阁留了个情报中串站，只要找到那个地方，就能启动我在这个世界的第1桶金。身无分文，连个捡储物金的什么都没有。系统呢？当年为什么要画一部这么硬核的漫画？为什么不给自己留点挂？行吧，先找到那个地方再说。我记得我给天机阁画过一个秘密联络点，叫什么来着？丰满楼。对，就是丰满楼，京城最大的走的酒楼兼青楼兼情报交易中心。老板娘是柳如烟，这个角色是我当年为了水剧情加的。每次主角走到死胡同，他就出来卖情报，顺便办坑主角一笔钱。现在我要去找他，我这不是羊入虎口吗？这位客官，您这是？我来找你们老板娘。找老板娘？你有帖子吗？没有。有约吗？没有。那对不住了，客官，咱们风景楼有规矩，衣冠不整者，你就跟柳如烟说，天机阁少主禽兽求见。禽兽，您这名字？对，就这个名字，去通报。哟，我说今早怎么枝头喜鹊叫嘛？原来是有贵客上门。对，就是这张脸，画了整整3天3夜才。这位公子好生面熟，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？来了，他的经典套路第一句画成灰我。公子莫不是真的认识？让奴家想想，您是杭州来的张公子，还是苏州的李员外？都不是，在下禽兽。别整虚的。什么？你这套台词是9号话术吧？偶遇富贵公子专用，先套近乎，再假装认错人，然后为了赔罪请对方喝一杯酒，酒里加3七散1杯倒的量，等客人醒来，钱包和腰带都没了。你怎么知道9号话术？因为我不仅知道9号，我还知道你总共有18套话术，分别针对不同类型的肥羊。1号是落魄书生型，3号是江湖豪客型，7号是外地商贾型，18号最绝，欲擒故纵反被宰型，专治我这种看起来但实际上可能有钱的。到底是谁？谁派你来的？六善臣派来的卧底，还是江南霹雳堂的探子？我说了，我是天机阁少主禽兽。至于你这18套话术，我不仅知道内容，我还知道它们的来源。这套话术是当年天机阁主亲自帮你整理的，每一套的背后都对应着一种人性的弱点，而你学得很好，用得更好。你怎么？好吧，天机阁的秦公子，你戳穿了我18套吃饭的本事。那你今天来风马楼是想砸场子呢，还是想报官？都不是，我来是取一样东西的。天机阁当年在风马楼存了一套备用情报系统的启动密钥，我现在需要它。启动密钥？什么启动密钥？奴家可没听说过。天机阁主当年跟你约定过，无论谁来取这份东西，等等，说出暗号。你刚才说你知道我18套话术的来源，那你知不知道那个帮我整理话术的人已经失踪3个月了？3个月来，无数人冒充天机阁的人来找我取那份东西，有真有假，有骗有偷，最后你猜怎么着？都被我打发走了。所以秦公子，光说出暗号可能不够，你得证明你真的是天机阁的人，不是夜华国师派来的鱼饵。啊，等等，我想起来了，他在番外里最真实的东西是一块，你左腕上戴着一块旧玉镯，上面刻着一句话：世间没有绝路，只有还没想出来的骗术。这是天机阁主当年收留你的时候，亲手刻在玉镯上送你的。你怎么连这个都知道？老家伙对着我发说这个秘密烂在他肚子里了，天王老子也不告诉，他是怎么跟你说的？算出来的。出来的，禽兽公子不，秦风，你赢了，你是这3个月来第一个让我信了的天机阁人。去，把天字号雅间收拾出来。秦公子，咱们上楼慢慢聊，顺便好好跟奴家试水，能不能教教我？完了，
从一个审讯室出来，掉进了另一个审讯室，而且这个还会下迷药。哦，对了，上楼之前要不要先给你弄双鞋？谢谢。不客气，鞋钱从你那笔天机阁备用金里扣。开始了，这就开始坑钱了。所以你这次来京城是接了冷月那尊女煞神的案子？算是吧，被迫的。冷月可是出了名的明难搞，大理寺3年来换了6个副手，全被他骂跑了。你能在他手下活着出来，已经算是个人物了。他有没有为难你？要不要奴家帮你散布点他的黑料？万万不可，我跟他无冤无仇。可惜了，上次有个部长也得罪我，我让他在京城混不下去，只用了2盒300两银子。柳姑娘，言归正传，我需要启动天机阁备用情报系统。京城最近这桩命案幕后黑手是国师夜华，我知道。怎么，你真以为我这个风马楼是开酒楼赚钱的？夜华最近的动静，我比大理寺知道的还早。但秦公子，你确定要趟这趟浑水？夜华的手段不是你能想象的。这3个月来，跟你一样自称天机阁人来找我的，一共有7个，最后有2个死在了巷子里，3个失踪，还有2个投靠了夜华。雅间内的气氛忽然变得凝重。那我就是第8个，而且会是笑到最后的一个。哦，这么有信心？因为我是算出来的。行，秦公子，就冲你这句话，这是天机阁情报系统的启动密钥，藏在我这里3个月，终于等到它的主人了。别急，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收我为徒，把你这套算出来的本事交给我。教他什么？教他画漫画吗？这个嘛，收徒不是不可以，但我这个门派有规矩。什么规矩？拜入我门下者需先做3件事。哪3件？第一，帮我查出国师夜华的下一个目标是谁。第二，在我和冷月对接的时候，你不能坑他。第三，这双鞋算你送我的见面礼，不从备用金里扣。一双鞋就把你心疼成这样？行，送你。前2件事儿也不难，第3件事儿成交。冷月是要抓我坐牢，柳如烟是要赖上我一辈子。我到底自己画的什么神仙角色啊？禽兽，天机阁柳如烟，天机阁的漏网之鱼，大理寺的新晋神棍，柳如烟的师傅，让我看看你能给我带来多少乐趣。秦风，开门。谁？3天期限现在过了1天半，他这是突击检查！这女人不睡觉的吗？本官数3声，3、2。冷大人早啊！凶手的下一个目标推演出来了吗？完了，还没想起来。沈什么？沈万钱、首闪、沈万山、沈百万，我当初到底给他取了什么名字？那就跟我回大理。等，我还有一个办法。说。冷大人推演出了另一件更大的事，丢失3个月的30万两赈灾官银，我知道在哪里。你说什么？大理寺查了3个月，一点头绪都没有。现在我把这个扔出来，冷月就算想抓我，也得先掂量点势力。银子就藏在防一峰河巷底下督办。你可知这案子是谁在督办？女帝亲自督办。那你可知，若推算有误，便是欺君之罪，要砍头的。我知道，但如果我说的没错呢？半个时辰后，随我入宫面圣，在女帝面前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。你若真有这个本事，这案子破给你记头功；你若没有，我刚才是不是主动申请进宫面圣了？我这张嘴啊！不过换个角度想，去皇宫就能见到长公主李朝阳了。这个角色是我画的最用心的一张脸，如果能亲眼见一见。醒醒！你现在是去送死，不是去相亲。这就是天机阁少主，听说是个废物啊。草民秦风拜见陛下。秦公子免礼。冷月说你有赈灾官银的线索。回陛下，不只是线索，草民已推演出官银的确切位置。安静，秦公子，说出你的推演。若言之有理，朕有赏；若言之无据，按律当斩。30万两赈灾官银藏于京城城西废弃的城隍庙内佛像底座之下，以青砖封门，外操泥灰，与墙壁为一体。若无精准位置，即便入庙搜查，也绝无发现可能。陛下，此人信口雌黄。臣3月前亲自带兵搜遍城西，那破庙搜过3遍，连一只老鼠都没有放过。朝阳，他这是污蔑臣办事不力。你怎么看？你说，银子在城西破庙？回长公主，是。太美了，近距离比画出来还美10倍。说碰对我才知道更可疑。回长公主，天机阁推演之术不是凭空猜测，而是根据因果链推导。最危险的地方才是最安全的地方。说的不错，可惜再漂亮的话，如果拿不出实证，也只是空谈。本宫给你一次机会，立刻带人去城西破庙，找不到银子，就地地斩，就地，不是抓回来审，当场砍头。我给我最爱的女主角写了什么杀伐果断的人设啊？谢长公主给草民机会。这个人，要么是绝世天才，要么是绝世疯子。找到了。
就是这个，我的剧情没有变，银子就在这里。这块敲开，是银子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回陛下，雕虫小技，不足挂齿。秦公子，你要什么赏赐？秦风，你献银有功，朕心甚。慢着，你推演不出3天前的凶手，却能精准定位前的官银，案卷全是机密，你的推演因从哪儿来？除非你本来就知道。这个天机阁推演之术的奥妙，确实难以用常理解释。朝阳，朕看这位秦公子的确有些门道。既然他帮朝廷找回了赈灾银，功大于宜。秦公子，朕封你为4天间从五品灵台郎，专司占星推演随朝听用之法。至于长公主若有兴趣，可慢慢了解。从五品灵台郎，母皇倒是大方。谢主隆恩。不过秦公子，别人不知道，本宫可是知道。4天间从五品的官职，已经有20年没人被授予了。上一个坐在那个位置上的人被砍了头。我媳妇儿对我说，我上辈子是造了什么孽？哦对，断更，报应啊！推演录，推演的头啊！我记得凶手下一个目标是礼部侍郎，但我还是想不起来他叫什么。沈万什么来着？沈万三不对，那是明朝的。什么全沈万全沈万山等等。我虽然不记得名字，记得另一个关键设定，在漫画里礼部侍郎遇害之前，凶手会先给他送一封预告信，只要我找到那封信，就能锁定目标。冷大人，您下次能不能先敲门？这门看起来撑不了第2脚了。秦风，昨天朝堂上你说的话，现在全京城都知道了。所以呢？所以今天一早，本官收到了这个。这谁写的？造谣！我跟叶华见都没见过。信是谁写的不重要，满朝文武会信谁？一个天机阁废物少主，还是叶华国师？给你一个建议。什么建议？去求长公主。这封信如果递到女帝面前，能替你挡下来的只有长公主。但长公主最讨厌2种人，一种是骗子，一种是装神弄墨之辈。你2条都占。又换了一把剑，上次是短剑，这次是长枪，他在暗示什么？暗示我罪过更大了。本宫记得你昨日刚受封，今日就来拜访，是嫌灵台郎这个官位？不敢。草民，你现在是从5品命官，不是草民了。臣此次前来是有一事相求。说。今日大理寺冷大人收到一封匿名信，指控臣与国师叶寒暗通国曲，臣想请长公主明鉴。臣与叶华素不相识，绝无半分瓜葛。这信冷月给你看过了。是。秦灵缇，你知道本宫在想什么吗？臣不知。本宫在想，昨天在朝堂上，你是怎么知道银子藏在城西破庙的？臣是推演出来的。又是推演。本宫查过天机阁的底，天机阁的情报网3个月前就瘫痪了。搭不上来。秦灵缇，本宫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的情报到底从哪里来？长公主，我不能说。不能说？对，因为我要是说了实话，您会更想砍了我。你觉得本宫会信？不信，所以我不打算用嘴解释。这是什么？长公主，您刚才说臣的推演是假的，臣不辩驳，但臣想请您看一样东西，看完之后，您若还是要砍，臣绝无怨言。长公主，请看。这是小猪佩奇。什么？小猪佩奇？对，这是天机阁秘传的抽象画法，讲究的是写意不写形的瑞兽。这只瑞兽代表了返璞归真。你知道为什么本宫刚才想砍你吗？因为臣说不清楚情报的来源。不是，是因为你和其他所有人一样，把本宫当傻子糊弄，在朝堂上用一推演的说辞骗过了满朝文武，也觉得自己能骗过本宫。但现在你画了这只小猪佩奇，本宫想杀你，是因为你装神弄鬼；本宫不想杀你了，是因为你画这东西的时候没有这些直觉。看出来，我画的这只直上谎，要不用消火了，丑到不可能有任何心去画它。我的画技反而救了我的命。去吧，查你的案，3日后带上新的推演结果来见本宫。臣遵命。等一下。长公主还有吩咐？这只小猪佩奇还有别的话吗？有，还有他的全家猪爸爸、猪妈妈、弟弟猪智，还有他的朋友们，妈妈小羊苏西、小狗丹尼、小兔瑞贝卡。下次带过来，记得把眼睛画对称。臣遵命。我活下来了，我居然活下来了！一支炭笔，一只小猪佩奇，救了我的命。我这辈子再也不骂佩奇是全民前动画了，佩奇是我的救命恩猪，佩奇是我的神。所以你用一只长鼻子的猪，不对，瑞兽从长公主家捡了条命。不是普通的猪，是
是小猪佩奇，有猪刺上标的。重点不是猪，重点是你给长公主画画了。秦师傅，你给我这个徒弟画的第一幅画是什么？什么？你也要？当然，我是你的开山大弟子，我拜师的时候你没有给见面礼，现在补上。行行行，你要画什么？也是小猪佩奇？不，我要更好的，我要一只比长公主的瑞兽更可爱的，独一无二的，只有我才有的。你这是要定制？对，而且不能比他的丑。一封信办不到的，那就换一种玩法。计划提前3日后，神府不留活口，包括秦风。就凭这种话，从长公主剑下捡了条命。眼睛对称，眼睛对称，为什么一只猪的2只眼睛要对齐这么难？我好歹也是个职业漫画家，画过连载的100多画，现在连一只猪都画不好，我到底是怎么活到现在的？冷大人，这扇美景挨了你真的撑不住了，而且你每次都不敲门。本官敲了，你没听见？这是什么？没什么。给你带了早饭，吃完随我入宫。入宫？又入宫？昨天不是刚……不是朝堂，长公主府。长公主今早传话，要你带着画去见她。今早？我还没画完。你画了一整夜？对，一整夜，我画了大概30只猪，没有一只眼睛完全对称的。猪？半个时辰，够你画第31只了。画不完的话，长公主的剑比我快。半个时辰再查案，画31只猪，然后入宫。长公主那头要是搞不定，今天就得交代在公主府。我到底是怎么把自己混成这样的？殿下，麒麟台求见。进来。陈秦风参见长公主。免礼，带来了。带来了。社会人。熬夜完了，古代人怎么懂？回长公主。社会人是天机阁秘传授语。秘传授语。对，在极西之地的方言中，社会2字意为江湖，社会人就是江湖人。这只瑞兽之所以被称为社会人，是因为它社会为江湖，它讲义气，懂规矩，在江湖上人缘极好，路见不平会用鼻子发正义的哼声，从不退缩。你昨天在本宫剑下没有退缩，也算是个社会人了。谢长公主谬赞。她怎么不说话了？猪爸爸画太丑了，还是天下父母心触动了什么？等等，她母后是女帝，父亲早逝，她对家庭的情感是缺失的。长公主觉得还行。那一张是什么？哦，那是……这也是社会人？画崩了的佩奇改成野猪了。回长公主，这是社会人中的豪杰，江湖人称豪猪，性格刚烈，讲义气，但脾气暴躁，不宜招惹。麒麟坛，本宫昨天说下次带过来，原以为你会随便应付，没想到你真的画了一整夜。你是第一个把本宫随口说的话当真的。我知道，我画的。长公主的吩咐，臣不敢怠慢。从今日起，除了司天监的职务，你还有另一个身份，本宫的私人画师。本公主府首席画师，每逢初一、15入府作画，俸禄从司天监那份上再加1份。长公主，臣的画技其实……本宫说你可以，你就可以。至少你画的猪，我用猪赢得了长公主的赏识。我的人生到底在哪个节点走错了路？这是本宫收藏的前朝宫廷画师花10年画的百鸟朝凤图，你拿去看看。不是让你照着画，是让你知道本宫府里收藏的画没有一幅能让我笑过。去吧，3日后本宫要看新画，不能比豪猪差。臣告退。我，秦风，天机阁少主，穿越者，漫画家，现在是长公主府的首席画师，专门画猪。不对，等等，他刚才说每逢初一、15入府作画，今天是初几？后天就是15。哟，师傅来了，画呢？给我的那只瑞兽画好了。等等，那是什么？这个，长公主借我的百鸟朝凤图。长公主，你给长公主送画了？对，她昨天看了我的画，觉得不错，就……你答应给我的画呢？还没画。所以我的师傅答应了给徒弟画一只瑞兽，但转头先去给长公主画了一沓多少张？7、8张吧。7、8张，其他7、8张我一张也没有。师傅，你是不是忘了丰满楼的情报费是按天算的？不是，你听我解释，她是长公主，我不画她就要砍我。3天之内我要看到我的瑞兽，画得不好，师傅以后的情报费翻3倍。3日后，神府行动不便，但加一条，在行动前先给秦风送一封信。什么内容？告诉他，
凶手下一个目标是礼部侍郎沈万生，请他务必来救。国师，这不是提醒他吗？对，就是提醒他。谁？秦丽台，早，本官给你带了早饭。冷大人，现在什么时辰？卯时3刻。这么早你来干嘛？今天是什么日子？我的期限不是明天吗？你不能提前抓人。本官不是来抓人的，本官是来协助你推演的。这是什么？没什么。推演的草稿，冷大人，您这是干嘛？从今天开始，本官会贴身跟随你，直到你高手下目标为止。贴身跟随？根据大理寺办案规领第37条，当嫌疑人的陈述存在重大疑点时，办案官有权对其进行不见观察，以核实声言真伪。卯时3刻起床，嫌疑人紧张，怀抱不明画稿，疑似销毁证据未遂。喂，我那是佩奇，不是证据。口中念到佩奇，疑为某种暗号。完了，这个女人的强迫症被我激活了。我当初为什么要给她设定追求绝对逻辑这个性格？为什么要写她破不了案就会死磕到底？报应，全是报应。冷大人，我理解您的办案热情，但是贴身观察也包括那个吗？哪个？就是更衣、如厕、沐浴这类私密时刻。包括。不是，我是男的，你是女的，这于理不公。大理寺办案不分男女，本官在案发现场见过各种状态的尸体，活人的私密时刻吓不到本官。况且我上厕所的时候，门口站着一个如厕时在销毁证据或传递变情况，是大理寺档案中有记录的案例，这不是查案，这本官不能给你个机会。秦灵堂，请开始你的推演，本官会在旁边观察。礼部侍郎，姓沈的，沈什么来着？想起来了，就是他，沈万全，叶华的下一个目标。你刚才看到沈万全3个字时，呼吸停顿了半拍，然后假装若无其事。几时初刻，嫌疑人在礼部名录中发现有明显情绪3字，此人与凶案关联的可能性极高。不是，我只是觉得这名字起得好。你每次撒沈谎时候，万全、左眼会比右眼多眨有诗意的，有吗？没有吧？你看错了吧？被戳穿后眨眼频率异常，疑似心虚。今天不太方便吧？我还没吃早饭。本官带了，我画还没画完。回来再画。我秦风，你从进入礼部档案库开始就一直在拖延，先是翻了3卷无用的旧档，又对着一份名录发了半盏茶栽呆，然后被我指出异常后开始岔开话题，现在推3阻4不肯去审府。你是不是早就知道凶手下一个目标是沈万全，早到甚至在我给你3日期限之前？冷大人，如果我说我确实怀疑沈万全是下一个目标，但我不确定，你能给我1天吗？可以，但这一整天本官都会跟在你身边。他跟着我，我怎么查案？我的查案方式就是回忆剧情，但我总不能坐那儿冥想，然后突然说我想起来了吧？我得做点实际的事情，让他觉得我在认真查案。老板，近来生意如何？还行。冷大人，记下来，近来京城糖葫芦销量平稳，说明民心安定。计时2刻，嫌疑人以糖葫芦销量推断民心，方法论可疑。借一步说话。道长，公子要算什么？帮我算一下，我后面那个女的还要跟我多久？这位女施主的面相是典型的锲而不舍之相，老道算出她对你至死不渝。道长，我也算一卦。女施主请说。算她什么时候会不说真话？你这卦老道不敢算。嫌疑人试图助算命先生转移视线，未遂。哟，这不是大理寺的冷大人吗？什么风把您吹来了？风马楼最近可没犯事儿。办案不需要向你解释。办案办什么案？我们家秦师傅犯什么事儿了？秦师傅？他为什么叫你师傅？因为那个，因为他是奴家的师傅呀，叫奴家花瑞寿的师傅。嫌疑人与风马楼老板娘关系不明，疑似以师傅为名义发展特殊关系。什么叫特殊关系？我们是纯师徒，他硬要拜的，我没答应。师傅，您昨天还说我是您最得意的弟子。我没有，我昨天说的是你是我唯一的弟子。嫌疑人承认与柳如烟存在师徒关系，柳如烟称其最得意，双方供述矛盾。我到底是来干什么的？我是来找情报的，现在变成了2个女人轮流审我。沈万全，3日之内。你们在说什么？没什么，师徒之间的悄悄话。冷大人不会连这个也要记录吧？已时末，嫌疑人与柳如烟有私下交流，内容不明，疑为串供。串供？我跟你串什么供？我和你都不是一伙的。那你和谁是一伙的？要干什么？本官需要先检查。茅房内部无异物，不可疑藏匿点，未发现事先藏匿的证据或暗号。可以了。不用关门，本官需要在视线范围内观察。不用关门。大理寺规程第39条，贴身观察期间，嫌疑人不得离开办案官视线，包括如厕时间。那你就站在外面看着，我拉不出来。请便，本官不着急。计时末，嫌疑人如厕，情绪异常，未发现藏刺行为。我当初为什么会嫌揉字装诸茅房木板，疑似自残以博取同情，或试图用噪音掩盖销毁证据。蒙个头啊！我现在只想穿越回去把我的手剁了。嫌疑人自言自语，内容不详，疑似在制定下一步计划。我好了。怎么？冷大人，如果我帮你破了这个案子，
你以后能不能别再跟着我上厕所了？等你破了案，你就不是嫌疑人了。不是嫌疑人就不需要贴身观察。所以，秦灵潭，为了你的如厕自由，请你尽快破案。行，我尽力。嫌疑人承诺，他管这叫策略成效。我便秘，他说是销毁证据；我用头撞墙，他说是自残博同情；我说尽力，他说是态度软化。在他的记录里，我就没有一个是正常的生理反和心理活动，全都是可疑行为。送去大理寺，放在冷月能看到的地方。国师，这信看起来像是凶手故意寄给大理寺的。对，您这是？他已经知道下一步档案目标是沈万全，冷月记录了，也就等于大理寺记录了。既然如此，我不如干脆告诉他。卯时，嫌疑人睡眠持续3个时辰，呼吸均匀，无梦话，未现试图趁夜逃脱或销毁证据的行为。起床！我在，我没跑，我在呢。你在这里坐了一夜？贴身观察要求夜间不间断，本官每半个时记录一次你的睡眠状况。每半个时辰？那你睡了吗？不需要。我到底给他画了什么神仙体质？不需要睡觉？这还是人类吗？我当年写设定的时候，是不是写着写着就忘了正常人类需要睡眠这件事？所以今天的安排是什么？继续去神府附近蹲点儿，还是去礼部查档案？秦灵潭可在？长公主有请。完了。长公主召秦灵潭入府作画，今日是15。秦公子，柳老板让我来催，他说那幅瑞兽要是今天还见不着，情报费翻4倍。冷大人，大理寺刚收到一封匿名信，与凶案有关，司经请您立刻回去。秦公子，冷大人，你们俩过夜了？不是，他是来监视我的，坐在椅子上监视了一整夜，什么都没发生。准确的说，发生了以下行为：嫌疑人说梦话1次，内容为配给，翻身13次，踢被子2次，本官均已记录在地。不管如何，秦莲台，长公主召见，请更衣随行。今天是什么日子啊？等等，今天15。是。完了，初一是入府作画，今天是我作为首席画师的第一个工作日，我连话剧都没准备。柳如烟的瑞兽还没画完，沈万瑶的案子还没查，冷月还要贴身监视我，这3个女人要是凑到一起，我不敢想了。信在寺里。是，司卿说信中提到了凶手的作案时间。我得回一趟大理寺，但我保证不乱跑，我去长公主画画，画完就回来。嫌疑人秦风暂时移交长公主府看管，若有异常行为，请即刻通报大理寺。是。我告诉柳如烟，她的师傅现在归大理寺监管，未经允许，不得私相授受，包括画稿。别问，什么都别问，走吧，去长公主府。这秦公子到底是被抓了还是被包了？我听到了。陈秦风参见长公主。今日只有你一人。他怎么知道冷月一直跟着我？长公主的情报网到底有多可怕？回长公主，冷大人临时被大理寺召回，稍后便到。也好，本宫的书房向来不系闲杂人等。今日的话题，给上次那5只瑞兽各画一段故事。故事？你上次说他是社会人，那他的江湖故事是什么？他为什么讲义气？他有什么朋友？他的敌人是谁？本宫想听。他要我给佩奇编故事，佩奇的江湖故事，但这是大周，苏西怎么解释？姑娘，您不能擅闯长公主府。什么擅闯？我是你们府上秦画师的弟子，徒弟来探望师傅，天经地义。柳如烟，民女柳如烟参见长公主，殿下万福。师傅说好今天给我看瑞兽的画稿呢，我等了3天了。那个还没画完。没画完？那您来给长公主画什么？他是本宫的首席画师，每月初1、15入府作画。这是公职，原来长公主这里算公职，那民女这儿算什么？让开，大理寺办案。你也在？巧了，冷大人也在。殿下，大理寺收到凶手的密信，信中明确提到了下一个目标、身份和作案时间。3天后，但柳如烟的情报说3日之内，两边的信息对不上。这封信上的时间多半是假的。秦莲堂，这封信你怎么看？秦风，我之前问你凶手下一个目标是不是沈万全，你犹豫了。现在密信印证了你的推演，你怎么解释？师傅，我昨天跟你说的是3日之内，这封信写的是3假的，你觉得哪一个才是真的？一个是哪个是真的？这是柳如烟，她直接戳中了关键，因为她是情报贩子，她知道假情报的杀伤力。他们3个从不同的角度，而我站在插火力点上，动一下就是死。3位，容我一句一句回答。长公主问臣怎么看这封信，信是凶手故意寄的。
冷大人问臣为什么之前犹豫，因为在推演不的确证之前不敢妄下定论，这是对大理寺负责，也是对沈万全的性命负责。柳姑娘问哪个时间是真的，以凶手的行事风格，他不会按自己说的日期行动，所以真的时间多半在3日内，而非3日后。我活下来了，我居然用一个答案同时搞定了3个人，这是我穿越以来最高光的时刻。既然你已经有了判断，那今天就在本宫书房里把推演画出来。本官需要详细记录你的推演过程，以便事后复核。那正好，我就在旁边看着师傅画，顺便提醒一下，我的瑞兽还没交稿呢，今天总得画出来了吧？我的瑞兽不能比长公主的差。说好了，更可爱、更好看，眼睛更对称，更好看。对呀，师傅答应我的，独家定制。4时初刻，长公主与柳如烟就瑞兽所有权产生分歧，嫌疑人在场，表情恐慌。这人，本宫先看上的。我是活物，不是宠物。长公主说笑了，秦师傅是民女的师傅，可不是谁的宠物。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，对吧，师傅？对，也不对，我没那么……打断一下，根据大理寺现行监管条例，嫌疑人秦风目前处于贴身观察期，在此期间，其人身归属由大理寺依法临时监管，也就是说，在破案之前，他归本官管。我能问一个问题吗？你们3个有没有可能先商量出一个结果，然后告诉我？不管结果是什么，我服从，绝无怨言。那好，本宫先来。凭什么你先？建议按官职大小排序，按先来后到，按社会贡献。本殿向大理寺提供情多次，冷大人，您说是不是？按办案纠成。是你就是讲别人是本地超人，不要谈我这么低。我当初为什么要画3个？一个不够吗？为什么要画3个？一个不够吗？国师，信已送入大理寺，冷月亲自带回。他破解得了时间的陷阱吗？在那3个女人的夹击下，如果他能，那我倒要对他另眼相看了；如果不能，神府就是他的葬身之地。既然如此，各退一步。冷大人，大理寺需要他破案，本宫给你2日，2日内他归你查案。柳老板，你要画，但作画不能耽搁查案。每月初1、15之外的闲暇时间，他自己决定画不画，本宫不拦，也不替你催。但初1、15，他归本宫，2日之内，他归大理寺监管，2日后再说。行，闲暇时间归他自己。不过师傅，咱风铃沟的情报费还是按天算哦，画一张画抵1天情报费，画不出来翻倍。这不还是逼着我画吗？破案要命，画画也要命。诸位爱卿，今日有何事启奏？陛下，臣有本启奏。准。近日边关传来密报，北境守将王孝乾拥兵自重，与朝中某位权贵过从甚密，有证据表明，这位权贵通过秘密渠道向边关输送了大批金银，意在收买军心，图谋不轨。赵爱卿，你说的朝中权贵是指何人？臣不敢妄言，但臣手中有边关截获的密信一封，与长公主府有关。朝阳，你怎么说？信是伪造的。长公主说或伪造为，便是已经押解入京，严刑之下招供，他就是长。信是严刑之下的供账，赵大人也当铁证。来了。这是我画的剧情第162话，夜华在朝堂上发动总攻，用伪造的边关密信诬陷长公主谋反。这一局的解法在第165话，是男主找到了密信的破绽。密信用的纸张是御用供纸，但边关不可能有供纸。可现在剧情提前了，我还没准备好。那金银呢？30万两官银在城西破庙被发现，请问长公主，天机阁少主为何会知道连大理寺都不知道的串通地好了？是不是和长公主府？怎么又绕到我身上了？我破案还破出错来了，典型的构陷手法，偏偏听起来还有道理。天机阁那个废物少主原来是长公主的人，难怪一找一个准。长公主向来忠心耿耿，怎会？朝阳，朕给你3日时间自证清白，3日后若无实证，便由3司会审。臣领旨。他的设定我写的最用心，面冷心热，极度骄傲，从不向任何人低头。现在他被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泼脏水，却一个字都不为自己辩解，因为他知道没有证据，说再多也没用。我画的角色，我懂他。陛下，臣有一言。秦灵台，臣愿以4天监灵台郎之职保长公主清白，3日内必定拿出实证。一个靠装神弄上位的废物少配在朝堂上大放厥词。赵大人，您刚才说那封密信是边关截获的，是又如何？巧了，那封信的只是御用供纸，边关大营怎么会有御用供纸？那请您把信封也拿出来。边关到京城千里之遥，密信在路上至少走了10天，信封上应该有沿途驿站的章章，这封信就是在京城写的，根本没过边关。赵爱卿，信封呢？信封在押解途中不慎遗失了。退朝。刚才在朝堂上，你为什么要站出来？因为这套伪降堂那推理太扯了，他把城西破庙的银子和边关密信硬扯到一起，逻辑上根本站不住脚。
臣只是指出他的漏洞而已。你知道站出来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你被所有人正式划归为长公主的人，满朝文武都会把你当成本宫的同党，你是第一个若陪葬的。我刚才光顾着怼赵敬堂，完全没想到这一层。他说的对，我站出来保他，就等于现在不光干到鱼扳倒了他，还要顺便碾死我。我的生存策略本来是低调装傻混日子，刚才那出全毁了。臣知道。信封的事，赵敬堂说遗失了，这条线索断了。不一定，臣有一个办法，不需要信封，也能证明这封信是伪造的。说。原著里，男主是通过纸张证明的，但验纸需要时间，而且赵敬堂肯定会阻挠。我得想一个更快的办法。夜华最在意什么？我记得在漫画第178回，夜华练功的时候，被一段突如其来的大笑打断了真气运行，当场吐血，那是他唯一的弱点，情绪失控会导致真气逆行。你想到了什么？想到了一个办法，但这个办法比较羞耻。羞耻？这个办法太恶心了，但是有效。根据我的设定，夜华最无法接受的东西就是不受控制的情绪。他活了30多年，从来没有人对他表达过任何形式感，因为他太可怕了，所有人都怕他。所以如果有人突然对他一种荒唐的肉麻的毫无来由的爱慕，他一定会情绪波动。对，给夜华写情书，以秦风的名，最肉麻的、最恶心的、最现代的土味情怀，然后让全京城都知道。秦灵台说，臣的办法是给国师写一封信。什么信？情书。你说什么？长公主，请听臣分析。国师夜华最大的弱点是他无法处理不按常理出牌的情绪刺激。他30多年独来独往，没人敢对他表露私人情感。如果突然有人，尤其是男人，对他表达一种极度肉麻、荒唐不按规矩来的爱慕之情，他一定会情绪失控。而夜华修炼的功法最忌情绪波动，一旦情绪失控，真气逆行，轻则当场吐血，重则走火入魔。臣要的就是让他在收到信的瞬间气到真气逆。嫌疑人提议用情书攻击国师真气，方法论无法瓜类。你要以谁的名义写这封情书？以臣自己的名义。你愿意为了本宫的清白牺牲自己的名声？我的名声？我哪还有名声？满朝文武早就觉得我是神棍了。大理寺还把我当嫌疑人，柿子多了不痒，还不如拿来换个长公主的信任。用这个写。臣可以回司天院写吗？这里不太方便。就在这里写，本宫看着，本官也需要记录。还要当着长公主和大理寺女补前的面写，我的人生到底是从哪一步开始走差的？土味情话，我的强项，不对，这能算强项吗？这是报应，又是报应。国师夜华田，自从那日在朝堂上见到你，我的心脏便不再属于我自己。你知道我的笔名为什么叫断更吗？因为见到你之后，所有的话都想对你说，没法对别人说。国师，我想你想的夜不能寐，辗转反侧。想你的夜，夜3点水加一个夜，想你的夜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想念从身体里溢出来了，变成了液体。嫌疑人自创词汇，想你的夜含义不明，疑似情书话术之一种，待考。秦灵台，臣在。这封信本宫准了，但是如果在朝堂上流传开来，本宫会装作不认识你。长公主，臣已经牺牲到这个地步了，您能不能说点鼓励的话？写得不错，很有创意。那个想你的夜，本宫也看不懂，但应该有效。3点水加一个夜。国师，有一封信，谁的？天机阁少主秦风。那个废物少主，他来求和。国师，我想你，白天想，夜里想，想你的夜，想你的夜。秦风，国师，传令下去，神府行动提前，明日戌时。是。你想玩？好，本座陪你玩到底。信已经送过去了，如果一切如你所料，明日朝堂上夜华会失态。臣担心的不是朝堂，夜华失态之后，一定会把神府行动提前。臣估计他多半会明天到明月。明日的朝堂，本宫会在。今天你是第一个在朝堂上站出来为本宫说话的人，满朝文武没有一个敢。你一个从五品灵台官站出来，你比他们都像社会人。嫌疑人承认落款配给为无意识行为，长公主未予追究，至少画得挺像。